这里是西班牙南部的隆达。很多年前，我就想亲眼看看这座悬崖上的小镇，但真正站到这里，它还和印象中一样震撼吗？这一集我们会在隆达待上一天，慢慢逛逛这座小镇，之后还会到马拉加过渡一晚。没想到那里也给了我们一个小惊喜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吴小亮大胖子。我们现在呢正在前往隆达的路上。刚才呢从塞维利亚刚刚开出来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有一点摸不着状况，神经就非常的紧绷。但是现在的话呢，我们是开在有点类似国道的那种路况什么的就比较简单。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隆达了，我先没有吃早饭，所以呢饿死了。现在呢是在这边的一家餐厅吃午饭。点其中一个菜是烤金枪鱼，它这个里面是有一点半生的那种的感觉，我个人觉得一般。我觉得它很嫩，我不觉得嫩，这都生了还不嫩，但可能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嫩的感觉。第二道呢是炖牛尾，好像是隆达这边的特色。它炖的很软烂，是有一点番茄炖牛腩的味道，但是番茄味可能没有那么浓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这道菜还不错。我跟你说，那老城里人巨多，我觉得跟塞尔维利亚没什么两样。在来隆达之前，这先生还说隆达应该没有什么人，简直就是啪啪打脸。走到外围之后，确实人少了很多，我觉得逛起来还是蛮舒服的。这里看这桥上面竟然在过马车，还有过汽车。隆达这座城市，其实很久以前就想来了。当时应该是看到穷游上的帖子吧，有人发了新桥的照片，我觉得特别美，特别震撼。当时就是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。我第一次来西班牙的时候，因为是跟团，所以当时就没有来。那这一次是终于来到了一直想来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去找当年照片里的那个角度。懂不懂？懂。我们现在正在去往那个就是最经典的猜新桥的这个机位，就是要你看经过这样一段不怎么好走的那个。说实话，实际看好像没有我印象中那么震撼。当然，它还是美的，还是震撼的。就是可以从远处望到它一整座的桥屹立在悬崖峭壁上，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值得去打卡。你从老城中心去到这个打卡点，我们是走路去的，大概是20-30分钟的路程，途中会有一段比较陡的那种台阶的路，而且台阶上面都是比较光滑的石头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穿球鞋去。而且你看我现在有一点气喘吁吁，所以你去那个点还是需要有一点体力的。今天的晚饭特地找了一家比较人气的小酒馆，这家店晚上8点开门，我们大概是7点45左右到的那边，就已经开始排队了。不过幸好我们排到的是第一轮，我们第一轮点了5样 tapas， 我印象比较深的，首先有伊比利亚火腿，因为我本身对火腿就没有那么喜欢，但是今天吃这个火腿它没有那么的咸，还是比较好入口的。然后Z先生他说这个火腿能吃出那种坚果的香味，反正我是吃不太出来。还有烤虾串，虾非常的嫩，很 Q 弹，烤出来也是有炭香味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边必点的一道菜。我们吃完第一轮之后没有怎么吃饱，所以我们就又点了一轮，最后一共是点了9样 tapas， 再加上2杯桑格利亚，差不多40欧。如果大家有机会来这边可以去吃吃看这家，但是记得一定要早点去排队。 The next day。看我昨天去那个新桥的经典机位，可能就是走的这条栈道，从上面这样子走下来，新桥的位置应该是在那个方向吧。
嘛，相当于是从那个地方然后往这边去眺望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来到的是隆达斗牛场，看，哇哦！那这个斗牛场呢，可以说是西班牙最古老的斗牛场啊。斗牛呢，也是在这边起源的。然后带大家去看一下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吧。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一块东西是干嘛的？3、2、1，公布答案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是斗牛士啊躲避牛的地方。你看，它就躲在这一块板的后面，其实是一个非常窄的一个地方。我感觉，如果稍微胖一点的人可能会被卡住。这边展出的呢是皇家马具。现在我们要上到斗牛场的2层。你看它这个楼梯上都是画好多牛。现在这个呢就是斗牛场2楼望下去的视角。没事吧？你是不是很重的？我要给你人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在这个小镇里面开车就是这样子，非常窄的路，两边都停满了车，非常需要技术。那我们现在已经离开隆达了，现在在前往马拉加的路上。隆达它这边的景点就是围绕着新桥、老桥还有悬崖的这些点来的，它很多这种观景台，这样去转一圈，快的话其实小半天就可以逛完整一个隆达了。但是因为我们不想那么赶，所以就选择在这边住了一晚。总的来说，隆达还是值得一去的。最打动我的还是悬崖上的新桥。Later，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马拉加了，今天下午到，明天一大早就要离开这边了。那为什么这样子还要来这座城市呢？是因为我们明天想去的内尔哈小镇，它就在马拉加的附近，大概开车1小时左右。所以说马拉加就相当于一个中转站。其实本来可以从隆达开车直接到内尔哈，但是因为我们做签证的时候把马拉加加进去了，酒店也订了，但是签证下来的太晚了，马拉加的住宿已经不能取消了，所以就变成不得不来这边住一晚了。那反正既然上天都这样安排的话，那我们就来这边逛一逛吧。给大家看一下马拉加的城市，你看马路还是挺宽的，就是那种大城市的感觉。我们逛街逛到一家店，你看门口全部都是人，就在 Google 上面查了一下，发现它是一家马拉加本地的冰淇淋老店。它这边是叫号子的，如果我们拿的话，可能要等50几号，就还是决定放弃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今天的晚饭是在小红书上面搜到的一家餐厅 ，Google 上也有4.8分的高分，是以西班牙海鲜饭为特色的。那我们今天点了3样东西，首先说说这个蒜蓉虾，我个人觉得它比较一般，反而是日本吃的比较好吃。接下来这个青椒，它的调味虽然很简单，但是感觉它有一种魔力，可以让你一口接一口不停的吃。最后是全黑的西班牙海鲜饭，其实点之前我们会有一点担心，因为通常这种用墨鱼做的海鲜饭，如果你做不好会有腥味，但是这一家没有腥味。跟这个海鲜饭一起上的还有一个酱，应该是用加了蒜的蛋黄酱去做的。一旦淋上那个酱，跟它一起吃之后，整一个味道我觉得就会升级很多。如果说单吃海鲜饭是6分的话，跟那个酱一起吃就有8分好吃。而且后来打包回去冷着吃也依然好吃。所以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家餐厅还是不错的。大家如果来马拉加，也可以来试一下哦。Hello， 大家，那我现在来带大家开箱一下我们在马拉加订的公寓式酒店吧。首先这边一进门，它右手边就是一个洗手间。进来以后的话呢，其实是一个打通的空间哦。那左手边呢，它是一个简易的厨房，然后呢中间是一块就是小客厅的这样一个区域，然后最后呢是床的部分。装修风格我觉得还是比较简约、比较
有品位的。那它这个住宿的地理位置其实离老城区有一点距离，可能走路要15分钟，但是离火车站是比较近的。反正总体来说，我觉得还不错吧。以上就是《西游记》第3集隆达马拉加，下一集我们会去内尔哈和弗里西利亚纳。喜欢这种真实旅行记录，欢迎订阅我。下一集继续在西班牙走走看看。